他想要杀臣妾。我没有，大王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微臣臣妾叩见参见大大王。夫人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太医，夫人怎么样了？禀大王，虽有皮肉之伤，却未伤及筋骨，并无大碍。微臣再开几副方子，外敷内服，休养几日便可痊愈。好，下去吧。诺，大王。厉夫人，这是你的短剑，对吧？回大王，是我的。厉夫人正是用此剑伤了臣妾。回大王，我并没有用这把剑去伤害任何人。那这把短剑为何会在鱼车上？禀大王，明明是有人偷了我们夫人的剑，今天早上我们就已经找不到了。这把短剑一直都是你随身佩戴。你告诉寡人，还有谁能拿到这把短剑？大王，我只能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把剑去刺伤敏夫人。若不是你，难道是敏代拿短剑伤自己吗？敏夫人，臣妾从来没有习过武，平日里见到血都会害怕，又怎么会用厉夫人的剑来刺伤自己呢？敏夫人，你知道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如若你一定要这样欺骗大王，那我也只能说出实情。大王，杀死韩非先生的凶手，正是眼前的敏夫人。毒药确实是楚良人所准备的，但是目标并不是韩非先生。敏夫人命人把毒药送到大牢中，为了嫁祸给楚良人，还有韩长史，他便留下楚国的琉璃珠作为证据。为了灭口，他还杀死了韩长史。至于景良人，更是敏夫人下的毒手。敏夫人为了加深我们对楚良人的怀疑，于是她便利用楚良人害景良人滑胎这一点，用了同样的离炉，对景良人下了手。说的真是天花乱坠。厉夫人，景良人暴毙那日，本宫在你宫中与你说话，你怎么能说这毒药是我下的呢？我问过太医，韩非先生和景良人中的都是离炉的毒，但是毒的深浅倒是不一样。敏夫人，你买通了景良人身边的奴婢，命他在景良人每日的膳食当中加一些离炉，如此日积月累，景良人的身体受不住，自然是会暴毙。因为毒药发作很慢，当然不会有人怀疑是你做的。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杀害了景良人和韩长史。在这里借刀杀人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妹妹，你说的这些全无证据。韩非与韩长史之死，与本宫有何干系？你可别为了想脱罪，就先血口喷人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栽赃到本宫身上。我确实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，但是敏夫人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出身于赵国，听命于赵公子家，当然不会去背叛敏夫人。再说了，就算大王怀疑你，韩长史和景良人都已经死了，大王又能奈你如何呢？
寡人不明白，你说厉夫人要脱罪，脱什么罪？回大王，厉夫人此次想灭臣妾的口，是因为臣妾正要揭发一桩丑事。大王，千万别听闵夫人胡说，正是厉夫人协助太子丹离秦的。大王，绑走厉夫人，正是太子丹离秦计划的一部分。小离，你来说吧。启禀大王，夫人因担忧厉夫人有叛秦之心，所以让奴婢暗中监视厉夫人。我们要面对的，并不是什么山猫野猪，而是杀人不眨眼的虎贲军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们也没有回头路了。谁？小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夫人？厉夫人一手筹划助燕太子丹离秦之事，甚至连那日闯入府中的刺客，似乎也是厉夫人的师兄。你，大王，小离所言字字属实。他曾向臣妾发誓，如有半句虚假，愿打入永巷，绝不辩驳。妹妹，你不承认我说的话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，大王他还会不会再信你？廷尉大人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是臣妾请他来的，要的就是大人来证明臣妾所言字字属实。让他进来。臣李斯参见大王。起来，有事快说。寡人现在没什么耐心。启禀大王，厉夫人被人带出后宫，确实是微臣一时蒙昧，臣被楚良人言辞祸乱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但是，臣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臣一直怀疑厉夫人对我大秦居心不良。什么意思？寡人不想听你推脱，既犯之事依法治责。你给寡人说清楚，厉夫人为何对我大秦别有居心？臣惶恐，臣眼见大王对厉夫人恩宠日盛，但厉夫人出身王位，满门皆被我秦军所灭，从而屡屡与朝廷对抗，所以臣不得不担忧，厉夫人常伴军策，是否是别有居心？果不其然，就在那次厉夫人被劫持出宫之时，除了中尉韩申之外，好像还有一位二师兄。此人正是真正救厉夫人回宫之人，甚至他就是劫走燕丹的首谋。而且臣还听闻，厉夫人入宫之前，曾与这位二师兄青梅竹马，关系匪浅。大王，臣字字属实，对大王绝无欺瞒。你不要忘了，是寡人让你生下这个野种。不是野种，那是我和我师兄。可能当时光线太昏暗了，我竟然没认出来。还有，就是这位二师兄救走厉夫人之后，足足隔了1日，厉夫人才又重回宫中。
在这一日之间，孤男寡女，又在乡野之间，很难说会不会旧情复燃。廷尉大人，你不要说一些无中生有、不着边际的话。厉夫人，您若不是心虚了，何以如此生气？李夫人除外，所有人都出去。出去！站起来！看着寡人，方才他们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说！你要是不说，寡人就立刻处死所有太子府中的阉人。是真的。那个武功高深莫测、救走燕丹的人，就是你师兄，对吧？是。因为你知道他要来，所以你要帮他。不是，我只是想要救燕太子丹回他的母国，不想让他在这里就这样委曲求全的过日子。大王其实也不想让他老死在秦国，只是大王拉不下脸去释放之子。如若大王想要惩罚我，臣妾甘心领受。救燕丹脱秦只是一个借口，其实你就是想见他，你就是想和他在一起。你被挟持出宫，也是你们计划好的，包括韩申在内。挟持出宫，挟持出宫是为了让太子丹顺利离访。大王，我知道我欺骗了你，但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计谋，跟其他人无关。寡人为你操碎了心，你却联合那个人来愚弄寡人。我很愧疚。你一方面救燕丹脱秦，另一方面在寡人面前虚情假意，这就是你的愧疚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再骗我了。你到现在还在爱着那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个你朝思暮想、心心念念的师兄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你
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欺骗我。你和你的二师兄在野外相会，想必你重温了一段情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救太子丹回国。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。够了！我不会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求求你，别再打我夫人了，让他再打我吧，妻儿愿意替夫人正法。大人，住手！厉夫人，真没想到可以在这里见到你。您放心，您之前给李斯的屈辱，我会加倍的还给你。说，你为何要私铸燕太子丹离秦？你是不是暗中同燕国密谋了什么条件，要对我大秦不利？没有任何条件，我是大秦的妃嫔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我自有分寸。廷尉大人，此事单纯只是我个人想要帮助燕太子丹，与他人无关。是吗？你真是天真无邪呀！燕太子丹是燕国的太子，你纵放此人离秦，势必在天下掀起动乱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事到如今了，你居然还敢狡辩？那好，看来本官得继续让你吃点苦头了，看你会不会说实话。打！是。大人，夫人，停！夫人，您的脾气真硬啊，吭都不吭一声。若是廷尉大人，廷尉大人的才智有韩非子的一半，倒不用待在这个阴暗的永巷，折损我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妃嫔。像你这样一个狡诈之徒，也只能仗势欺压别人罢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本官说事儿！你私铸叛贼离秦，乃欺君大罪。今天你又无视我大秦的军威，口出狂言，羞辱本官。好，来呀，继续给我打！是，越狠越好。大人，求求你，让太子打我吧！参见大王。大王到。参见大王。臣参见大王。审问的如何？禀大王，逆犯卑劣顽强，至今不肯承认他私铸燕太子丹离秦，与燕王室有关。继续拷问。诺。给我。说，燕太子丹离秦之计，是不是你一手策划？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同时招来。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他没有给我任何好处，是我自己自愿的。
现在就杀了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王，你给我的东西我不想要。就算我人留在你身边，我心永远不会在你这儿。寂寞苦，青春短，人生难，百花残，谁心凉？得失难逃，奈何天？余年相照，回不去从前。大王到！叩见大王。叩见大王。夫人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夫人觉得今日如何？好一些了吗？谢大王关心，臣妾已无大碍。只不过还是挂心关押在永巷的厉夫人。大秦酷刑向来严苛，妹妹的身体怎么受得住啊？厉夫人伤你如此，你竟还替她说话，寡人实在没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妹妹出身武家，本就有路见不平之本性，再加上太子丹此次找的帮手又是他昔日的师兄，他又岂能袖手旁观呢？别提他。说到燕丹之事，夫人认为，寡人是该送他回继，还是派兵追击，以正天下视听？臣妾以为，大王应当缓一缓。燕国积弱已久，燕王昏庸无道。即使太子丹回继，也不一定能发挥什么作用。倘若大王此时命人追击太子丹，定会落个你死我亡，还会令天下人说大王暴虐无情。既然大秦有统一天下之心，那么收服民心也是必须之道。夫人说的很有道理。只不过，近日战事不顺，寡人甚是烦心。既然伐赵受阻，臣妾以为，不如先取韩、魏。两国贫弱，早已是大秦之囊中物，不难轻胜。胜仗定能鼓舞军中士气。待将士们养精蓄锐，再往北上也还不迟。寡人要是自赵退兵，夫人该高兴吧？臣妾虽是赵人，但身在秦宫，这心心念念想的，定是我大秦的利益。除此之外，臣妾别无所思。夫人能这么想，寡人也就欣慰了。什么事啊？大哥，我必须要见魏魏大人一面，帮我给魏魏大人带个话。那不可能，廷尉大人已经交代，夫人不能见任何人。那么那日，楚良人带人进来撒泼，又是谁放行的？你们收了楚良人的好处，还睁眼说瞎话。要说我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廷尉大人，事情追究下来，你们也一并连坐论罪，到时候看谁能逃得过。嘿，你这贱人！
大人，大哥，听你这口音，应该不是秦国人吧？对，我是魏国人，又怎么了？大家都是一帮人，虽在秦国身不由己，我今日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太子府的那些燕国人。大哥，你想想，如果你的亲人现在被囚禁在大牢，你肯定也想有人见义勇为，救他们出去，是不是？任你怎么说，会面是不可能的。要不这样，你有什么信儿要捎给魏魏大人，我想办法帮你带出去就是。好，谢谢大哥，谢谢你。夫人，您为什么要传话给魏魏大人？太子府的那些燕国人，他们并不知道我要营救太子出府的计划，所以，我必须要劝说大王，放他们回继。夫人，您自己都成这样了，您还想着别人，您真是太善良了。要是大王能看到您这些，该多好呀！为什么大王就什么都不知道呢？大王他心系天下，而吴氏小姐，她想要兼并六国，力争备战，顾虑的事情实在太多。为了大秦的利益，她必须要做一些冷酷的事情，才能前行。我明白大王为何会恨我，但就算他不原谅我，我还是有自己该做的事情。燕丹之情，曾与大王亲耳目睹。战国无情，难得知己。大王怀恨于臣妾，降罪于臣妾。然莫亲勿燕人，太子府中太傅、家臣、女眷，皆是无辜长女，无赦正正。李忠，你知道寡人为何责怪夫人吗？臣愚钝，请大王明示。寡人并不怒他放走燕太子丹，寡人真的怒的是他本是一个无心算计之人，却为了他师兄欺骗寡人。一个是寡人最信任的兄弟，一个是寡人最宠爱的女人。你说，我怎能不怒？厉夫人的师兄，就是她入宫之前形影不离的那一位吗？大王，可愿听臣多言几句？你说吧。厉夫人出身巫侠世家，以匡扶天下、伸张正义为志。即便入宫跟随大王做了嫔妃，都不改其性。若厉夫人是以薄情寡义之人，那昔日师兄，或者是今日太子丹，都完全不会让他深陷其中。大王，恕臣讳言，当日太子府遭劫，臣早就感觉到他态度有异，所以才拼死追问。没想到真让臣料中。不过，不正是因为他有情有义的性格，才使得他有别于宫中其他的女子，也使大王特别中意于他，不是吗？若大王真心有意追回燕太子丹，那厉夫人是犯了重罪；但若大王听闻燕太子丹走了，反而松了口气，那圣心如何，自然就很明了了。大王还不能原谅厉夫人吗？并不是不能原谅他，而是寡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相信他。据李斯所说，厉夫人被劫出宫一事，也是他师兄救的。寡人也一直以为
是韩参救的。此事，厉夫人也没回应。她宁可瞒寡人瞒得这么深，也不愿告诉寡人真相。厉夫人的这个二师兄，就是天明公子的生父吧？怪不得大王如此的寒心。寡人让他取回佩剑，让天明回宫，甚至让韩参也留在宫中。为了让他开心，我已经百般忍让，但是他却连一点点的信任都不愿意给寡人。是，他正在受苦，但是寡人又何尝不是呢？大王，您看。夫人，来，喝杯水吧。夫人，有人来了，不会又是来打我们的吧？夫人，青儿，别怕。魏魏大人，夫人，这位是太子殿下的太傅举武，他特别请求临走之前来见厉夫人一面。这么说，大王同意让他们反燕了？夫人，太好了！是啊，真的太好。我大燕与夫人素无亲缘，却蒙夫人一再舍命相救。老夫和众家臣不知如何回报夫人的恩泽，只能在此叩拜。谢夫人，谢夫人，救我大燕太子！别，快请起啊！快请起！大家快请起！只要你们平安无事返燕就好。谢夫人。这把剑去伤任何人。这位二师兄救走厉夫人之后，足足隔了1日，厉夫人才又重回宫中。在这1日之间，孤男寡女又在乡野之间，很难说会不会旧情复燃。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够了，真的不是。夫人，青儿自幼卖身为奴，颠沛流离被卖到秦国，能侍奉上夫人，是青儿的福分。青儿有罪，没能好好照顾夫人您，让您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。青儿也侍奉过多位主子，可是像夫人您这样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，仍然不皱眉，让青儿好生佩服。
其实我没有那么清高，只是当初救出太子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好会有这样的结局。夫人，妻儿能否问您一个问题？我们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夫人，您为何要铤而走险，去救太子殿下？大概我从小爷爷就一直教导我，要这样行侠仗义的做人。可是夫人，您成了这样，妻儿实在是不忍心看夫人受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。青儿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刚学会武术的少侠，还有一个刚学会使功的少女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俩听说，如果爬到家里附近最高的那座山顶，就可以看到那个最大、最圆、最美的月亮。可是，在路途当中，他们遇到了一个正在被追杀的少年。虽然素昧平生，但是他们决定施以援手。他们3个人成功脱困之后，爬到了那座山顶，看到了最大、最圆、最美的月亮。于是他们3个人就一起向月亮许愿：今日有缘，我3人共聚蓝月下，希望我们各自平安健康，情谊长存，愿天下太平，再无战乱。愿我早日顿悟武学，精进剑术，能像师父那样行侠仗义，为民除害。我希望我能成为让他人惧怕的人，如此，我便可保护任何我想保护的人。但愿他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晚，永远都有情有义，彼此扶持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们3个人各自奔波，也不知道时至今日，是否大家心中还记得那个夜晚。其实这些对于少侠和少女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侠义。侠义。我出于侠义，觉得太子丹应该回到他的母国。我出于侠义，认为太子丹他是我的朋友，不应该让他那么痛苦。如果青儿觉得我这样做是傻的，我也没什么后悔的。青儿不觉得夫人傻，夫人您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只是青儿心疼您这一身伤。我这伤只是皮肉之伤，哪比得上大王心上的伤呢？大王他那么相信我，而我却这样伤他。夫人别担心，我想大王他一定能理解您的。长儿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可千万不要像你那王长兄啊，他脾气好坏的，母后好怕他。
怕呀！大王，是正儿吗？是我。正儿，你来看母后了。这么大的咸阳宫，就只有丽儿会来看我了。丽儿，丽儿对本宫最好了，常常带红枣给我吃，还会唱歌给我听。丽儿呢？丽儿犯错了，被寡人关在了永巷。她做错什么事恼了大王？她欺骗寡人，寡人平生最痛恨欺骗我的人。大王，说谎话骗你的人，都是爱你的人呐。我真的很不明白，若是爱一个人，为何要去骗他？丽儿是个好孩子，你想想，他骗你，他自己是不是比你还苦啊？我这伤只是皮肉之伤，哪比得上大王心上的伤？大王他那么相信我，而我却这样伤他。他是不想让你担忧，才不得不骗你。母后也是，若不爱你，又何须要骗你呢？你知道真相又如何？不知道真相又如何？日子我也得这样过下去吗？大王，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你看得这么清楚，你开心吗？你开心啊？哦，你也不开心。母后知道你不开心，宝宝不哭啊，不哭。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。够了！我不会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对不起。真的是因为爱吗？大王，臣以为厉夫人欺君瞒上，通敌谋反，这回与逆贼串谋，暗送燕太子丹出秦，难保下回不与燕国合谋攻打我大秦。还望大王将厉夫人以谋反罪论处，施以缓刑。启奏大王，臣尚存异议。厉夫人虽罔顾王权，然毕竟贵为公子母妃，责罚不宜过重。臣以为，大王并无意永久扣留燕太子丹，只是缺乏适当时机，遣太子丹回燕。今若圣心已回，不如法外施恩，贬低夫人位分，
去除封赏，足以抵罪。大王，如此轻判，将使我大秦律法无立足之处，何以为天下霸主？还望大王三思。大王，这厉夫人乃是内宫妃嫔，后宫之事，我看无需提到朝堂上来，让诸臣议论。然此回厉夫人勾结逆党，确属叛秦大罪。如此奸佞之人，却日日办君策，实在是令哀家担忧啊！大王，臣以为祖太后所言甚是。为了大王的圣体金安，必须清除后宫一切有危害之人。大王，你的看法呢？此事，寡人暂时不想做决定。廷尉，臣在。你之前不是说厉夫人有心叛秦？那寡人倒是问问你，寡人现在该如何处置她？后宫之事，臣难以论处。哼，之前言之凿凿，怎么在永巷虐打厉夫人，气出够了？突然说不出话了？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天明，父王！你怎么来了？好些日子没见到父王和母妃了，父王什么时候再带我去打猎呀？等你书都备好了，父王随时带你去打猎。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，你给父王背两句好不好？好，父王可不能食言哦。走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天明背得真好。大王，天明公子聪明好学，实乃我大秦之福啊！参见大王。天明，让赵高陪你去玩好不好？嗯，去吧。来，天明公子。大王交代给臣办的事情，臣已经办妥了。在远离咸阳的一处郊野，臣准备好了一间房屋，还有足够的银两。只要大王下令，厉夫人可以随时离宫。华阳祖太后跟众臣还在殿上等着大王呢。任他们去。祖太后本来就看厉夫人不顺眼，此事正好给了她一个机会。大王当真想要厉夫人离宫？若她不愿意留在寡人身边，寡人再这么束缚她，只会有更多的人伤害她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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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干什么？既然你不肯承认你勾结燕太子丹叛秦，那我们永巷也不是你白吃白住的客店。大王舍不得对你动刑，但我可是奉了华阳祖太后之命，想让你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。带走。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什么？青儿，青儿！
厉夫人不在宫中。寡人问你，你去赵国都干什么了？若是大王不说出厉夫人人在何处，恕微臣斗胆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厉夫人到底在哪儿？韩神，你……好，寡人就告诉你，厉夫人在永夏。永夏，那可是大秦最惨无人道的地狱，为何要将厉夫人关押在那儿？他勾结太子丹托秦，是欺君之罪。你不会不知情吧？大王，这个韩申对大王也真是太无礼了。他真是太无法无天了。退下！怒。李仲，臣在。随寡人来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承不承认你的叛秦大罪？不说话是吧？那我就先在你的脸上试一试情形吧。如此漂亮的脸，可惜了。要不然，在你脚趾头上试试月行吧。到底说不说？那好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站住！那我就真的行刑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立刻要了你的命！啊！滚！我走，我走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见到长安君了吗？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见过大王了？大王到！大王为微臣做主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！韩申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把剑放下！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护卫厉夫人。不，护卫师妹是我的职责。大王，今日起，她不再是你的女人。寡人早已猜想，你留在我大秦，终是为了你的私欲。你要这么想也罢，只要我活着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丽儿。韩申，你无礼犯上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拿下！诺。
你对得起丽儿吗？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他是为了你才让我去找长安君的。长安君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丽夫人的事与长安君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放了我师妹，我才告诉你。我自赵国带来的客人，再做说明。传。传。叔叔，我有点怕。孩子，别怕。看见上面那位了吗？他就是叔叔跟你说过的大王。大王，这位便是长安君营城角之子，也是你的王侄。从此以后，长安君城角与大秦再无瓜葛，恩断义绝，死生不见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英。你爹呢？我娘都叫爹爹阿角。你方才说，你爹叫阿乔是吗？嗯。我在赵国见到了长安君，他和他的妻子，还有小英，隐居在一个极为普通的民宅里。我将我如何受到赵公子家的煽动，继而叛变的经过，都写在这信中了。就有劳韩侍卫帮我递交给大王了。王兄认得我的字迹，他会相信的。长安君，当真不同我一起回咸阳了？我今生今世已无颜再回大秦了。不过，小英是大秦之后，身上流着嬴氏王族的血脉，她应当认祖归宗。不要像了我，终生都只能躲躲藏藏，在异乡苟活。我对不起王兄，对不起大秦，列祖列宗。大王，目前不知长安君身在何处。这个孩子来历不明，还不能证明是长安君之子。闭嘴！此命只有寡人、先王
还有长安君故去的母妃之情。这就是寡人王帝的孩子，绝不会错。这是长安君让我给大王的信。他说，他已无颜再回秦国，只希望大王可以好好的将小英抚养长大，他心愿足矣。大王以太子丹托秦之事降罪厉夫人，但是是厉夫人让我去赵国寻找长安君的。我在邯郸的时候，又巧遇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看在厉夫人助他离秦的份上，才告诉了我长安君的下落。若没有太子殿下，茫茫人海，我不可能有机会将小英带回秦国。厉夫人不想让大王知道此事，让我秘密前往，探寻长安君的心意，就是怕，若长安君对大王还有恨意，会让大王伤心。若是长安君有意和大王兄弟同心，回心转意，也许会促成一桩好事。师妹她处处为你着想，但是嬴政，你是如何对他的？韩山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李柱，若是他还有资格让我尊他为王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你。寡人问你，刺伤冕夫人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大王与我相处，岂是一朝一夕？我素日里为人如何？什么事情是我誓死护卫的？对什么人不会出手伤害？大王岂会不知？那燕丹托秦，你为何要牺牲自己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师妹她知道，你心里明明想放走太子丹，只不过你拉不下你秦国大王的自尊，所以才会囚禁他，让自己进退维谷。师妹不想看你痛苦，才会做出放走太子丹这种事。他宁愿让自己陷入危局，也不希望他人憎恨你，而你却如此报答他。师兄，是真为寡人着想，还是你要和你的二师兄私会？嬴政，解救太子丹我也参与了，一个是我师弟，一个是我师妹。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再说了，我师弟营救太子丹之前，根本就不知道能见到我师妹，何谈私会？大师兄，你别再说了。夫人，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尚有鼻息，应该是备受折磨、劳累过度所致。韩山，放开厉夫人！够了，我不会再让丽儿待在这禽兽般的牢笼。嬴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要带她走，你不配做她的王。赶住他！嘘。
谁敢动我，我就跟谁拼命。拿下！让他走，大王，让他走！看透心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梦相随，走遍天地归回，永飞。只为千岁，谁为如对的？安睡，雨打红尘，人间纷纷扰扰，当天人之我已经没有资格把你留在身边，让你留在秦国，只会让你受到更多伤害。